Hello，大家好啊，能听到吗？啊，因为今天是比较突发的啊，我们事先也没有做好所有的音响准备啊，本来是想很急的12:05给大家做一个 update，因为今天早上呢中国的那个国办国新办国家新闻办事处来了一个直播。我是一直有看的啊，很多人说是看了，我看到很多人的留言都是听不懂哎，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了，然后那个股票市场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那到底今天这个跌是一个快点逃生啦，有钱赚的快点卖了，快点获利离场啦的那个逃生门的机会呢，还是一个哎呀以前想买涨了这么多现在正好是个调整是一个调整捞底的机会呢。今天给大家讲讲我的看法啊。所以这个因为准备了比较仓促了，广东话说仓促是不是？国语讲的不好所以呢如果声音我今天也是在家里面用家里的那个耳机的麦克，声音啦各方面做的不好，多多包容包括迟到了15分钟开，一般来说我们的直播是很少有迟到的那因为我突然理想很理想对吧？12:05给大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多点时间去看一看想一想能不能有机会但是呢现实还是很现实这到最后我的团队已经是非常的赶着配合了，也要到现在才开始好，事不宜迟，今天也是很快很快的给大家讲，因为大家时间宝贵，特别是还有工作的朋友时间宝贵今天早上一直有看这个国家新闻会他们整体人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是提问那些提问我觉得刚开始几个提问都是内部安排的就是他们想讲什么有人去提问后面才有一些老外那些不是安排的那我个人看了之后觉得他讲了等于没讲，都是一些官方的语言啦讲了没讲大家可以帮我这个总结一下重点的话，我们写在屏幕上，弹在屏幕上也可以所以呢官话连篇，但是讲的等于是没什么讲所以好像这个有点让市场失望一会儿我会讲讲市场的反应但是呢，我们听东西还要这个确实听东西还要听怎么去理解中国大陆的官话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当然这里时间有限，我只是这个非常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如果你是有这个荣幸作为GMT 同学的话有这个缘分作为 GMT 同学的话，回看我们2023年7月14号，当我看到中国政策从之前在涨了之后死了之后开始放，刚刚开始放的刚刚开始的那第一个苗头的时候，我就解释了中国的这个政策的一个4个阶段所以 GMT 的同学可以回看我们 GMT 的所有的5年内所有的录音都放在会员区的回看比较多了所以大家是可以 zoom in。回到7月14号2023年的那一个所以中国的那个政策这一次的改变已经是改了1年多了，1年03个月了美联储对吧？它的政策一改变9月份开始降息了，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市场、资本市场带来是天翻覆地的改变在中国的这个国家的政策对整个资本市场、投资市场是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中国的政策是从去年的2023年7月14号左右开始改的我当时一看到就那好，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经济自从这个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有这个 pattern 循环的一个周期当然这个周期是越变越快，越变越快。OK， 一开始还是比较放的刚刚解放的时候还是比较放的这个名词当然是我用中国大陆的名词台湾各地的朋友也可能有不同的名词所以呢，一解放的时候比较放任的所以我那时候外公跑到香港来一看，还没有上海好，又回到上海去了后来就开始整了就死了，对吧？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候就死得不得了了。所以邓小平要改革开放
这个放啊，改革开放之后就乱了啊，所以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啊，这个胡耀邦倒台的时候啊，这个乱了啊，这个好多的贪污腐败啦，这个贫富悬殊啦，等等等等啊，那后来呢又要整，一整又死了。死了之后又要放啊，所以到92年的时候啊，邓小平南巡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二春啊，那之后就繁华了，对吧？但是呢，随着来的那个乱象啊，江泽民的时代，这个经济是很好啊，但是乱象也很多，治安也不太好，贪污腐败也很多啊。到了习近平上来之后，又来了个整顿啊，这个反贪腐啊，那这一次的上一次的整顿了啊，最重要的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2021年的年初啊，当时大家记得啊，蚂蚁金服啊要整他一下，因为马云已经是这个乱来了，乱来了之后啊，已经把国家都已经不重视了，对吧？滴滴啊，这个中国证监会说你不要那么快去美国上市，滴滴就是跑去那里上市的啊，所以当时就要整。一整了之后就死了，对吧？大家后来看到三道红线也是整啊，整个房地产很乱啊，已经是乱的涨得不得了了啊。国家说房住不炒啊，都不听话，所以要整，一整就死了。OK，那所以呢，死的好惨，死的好惨的时候，他下一个就要放了。OK，所以刚才我听那个整个1个多小时的话里面啊，有一句话大家听到，其他的都是讲过了又讲过，没有什么新鲜感。他就说解答一个楼下的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啊，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好像是12个字啊，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呢，就以前随便监管的，现在不能随便监管了；以前随便罚款的，现在不能随便罚款了。我们要支持民营企业啊，所以这个整个调啊，还是在那个放啊，那个放那里。OK，所以在那个放手啊，这个支持就是放手了，改革开放的放那里啊，所以从这里啊，我们会看到乱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经济很好啊，当东莞很乱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是很好的，对吧？当整个中国很乱，就是乱七八糟的乱啊，都是战乱的乱啊，战乱就不行了啊，就是经济贪污腐败了，治安不太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是经济很好的，所以乱的另外一个词叫好，OK，经济好啊，水清则无鱼，对不对？水清了，鱼就不来了啊，水越是肮脏啊，鱼就越来，OK，所以呢，我们要整个知道现在是在跑向这个经济向好的一个地方，整体啊说了什么你就不用看了啊，就是那个字啊，现在国家还在放的阶段。而且这个放的力度啊，大家还是这个未来是看好的啊，那所以呢，但是啊，普通的股民啦，外面的网红啦等等啦，他们期待的什么？10点钟啦，各位股民冲进去买啦，放心买啦，我们政府一定会让大家发财的。我们的解读都是这样，对不对？因为简单化让人家明白啊，所以之前已经说了啊，武则天这个守寡叫什么？失去理智，对不对？失去理智啊！其实我在想，市场以前这个股票市场是跌的太多了，失去了理智啊，或者理智还没有来啊。武则天有2次守寡，第一次是跟李世民死掉了，他守寡的那个时候理智后来就去找他了啊。所以我的解读是武则天守寡是这次是第一次守寡啊，之后还有第2次啊，你会看到之后才会是真正的失去理智，现在是理智马上要来了，理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对这个新闻发布会事前是过分的乐观了，好像就拍胸口了，你们去买股票了，国家要派钱给你们了啊！我们也看到有些野叔亚叔，上海人叫亚叔，就阿叔大叔在上海说，哎呀，这个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啦，国家给我们的派钱了，机会难得了，是过分的乐观。那这次呢又是官话连篇，好像讲了没讲所以有点失望，对吧？有点失望的人就会去这个市场抛售了那一旦抛售其实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对吧？因为现在是严重的超买了，严重的
这是我们在这个星期天的直播里面说的，严重的超买了。昨天哇，香港又涨了很多啊，香港特别是那些券商股和内房股又涨了很多啊，从我们星期天的那一个又涨了很多，对吧？所以的确是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升幅啊，在这里面呢，有好多人赚了钱，赚了钱之后，有些人已经获利了，有些人还在要不要获利呢？涨了这么多不舍得获利。今天早上震一震的时候啊，这会触发到很多的获利盘，还好赶紧这个把它卖掉啊，锁定盈利啊，所以这个是一点啊。另外也有些人会恐慌，哇，一下子跌了这么多了啊，他们的记忆是不是港股又要进入这个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的年代了？快点走啊！趁现在还没跌太多，快点走啊！所以是一个严重的这个恐慌的阶段啊，所以是跌了好多啊，特别是早上到10点半前，那个国家领导，这个国家不是领导了，发布会的那个新闻发布会的那个政府官员还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跌，一直在跌，一直在跌。OK 啊，那之后又反弹了一下啊。之后反弹一下，因为大家像我这种人一看，其实很正常了，只是大家事先的预期是太多了啊，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大家不要恐慌啊，不要这个幻想，哎呀什么股灾来啦，完蛋啦，原来怎么样啊？因为股价一跌的话，好多人就会又来说跌的时候又会疑神疑鬼说怀疑的话了啊，所以第一个是符合我们预期的，涨了这么多了，对吧？很多人这个有这个获利盘要离场的话，昨天还不舍得离，今天早上赶快离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OK，那第二个呢，其实 A 股还是涨的，只是涨的没有像预期那么多。预期有人说恒大前，当然恒大的前经济师他的履历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听听就算了，对不对？他说开市就收市了，因为开市就会涨停了啊，开市的时候真的涨停了，结果慢慢的就是往下跌了，对吧？慢慢往下跌了之后，这个然后呢，现在是涨了少一点啊，涨了我看一下 A 股的话，还是有涨的，还是有涨的，但是呢，没有这个之前想象的涨了这么多。上证指数涨了4%点几，深圳指数涨了8点几，沪深这个300涨了6点几啊，所以还是不错的。OK，只是没有想象当中落差了10%的那个涨停。OK，那港股呢？有人说，哎呀，港股怎么跌啦？哎，come on，港股昨天涨了多少啊？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大家在偷步嘛，前天涨了多少啊？再上个星期涨了多少，对不对？从这个10月假期之后，香港只是放了一天，国内还在放假期，香港涨天天涨，天天涨，就是因为觉得这个 A 股开盘的时候会涨好多啦，快点买了，对吧？那现在第一个 A 盘开了之后，没有想象中涨到停板这个落差了一点点。第二个，那个新闻发布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拍胸口叫人家去买了第三个，涨了这么多了今天跌一下，还是有涨的，对不对？那当然了，今天早上跌的最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只Hammer 大锄头这个那个脚是很低的，对吧？现在已经反弹了所以已经是反弹了，所以阴阳烛来说的话，已经没有那么糟糕了，对吧？虽然是早上的时候是哇，我一看到要给大家来点信心的时候，当时是整个大阳烛大阴烛整个大阴烛一直在跌下来，没有反弹的力量的这个哇，我觉得市场恐慌了，所以给大家有跟开我们YouTube 的直播的网友因为之前我们还是看好的，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个有些人在追踪我们的，给大家一个提醒那我觉得呢，是不是入货的机会呢？这个下一张看有没有？OK 那我觉得其实有几点。第一个，如果今天不调整反而是危险，对吧？如果今天不调整，涨10%，A 股涨10%，港股又涨，明天又涨，后天又涨，为什么这个反而是危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4个阶段，对不对？放了之后就会乱。哇，如果全部的股民去炒股，A 股有了一个大的泡沫，出现了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些农民啦、大叔啦、大妈啦，都是借了钱去炒股票那国家其他的企业也不要做事情了，
像日本的80年代末期的时候，全去炒股票啊，那绝对是乱了，对吧？乱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要收了，一收会怎么样？就死了，对吧？要整啊，要整顿了，要收了，一收就死了啊。所以这一次的调整呢，我觉得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就是给大家了信心了。但又没有治到到这个到了那个乱的阶段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这个慢慢的这个长期的慢牛啊直到这个牛市可以延迟的更久啊，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的啊，当然这之前涨了这么多了，对吧？就算看好我都买不下手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正好是去寻找那些我们之前有讲过，寻找强势股或者是基本面非常好的10倍股啊，所以大家去寻宝了，好吧？所以呢，这个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啊。如果你是新的朋友，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因为我们会经常在这里，像今天就突发的，好吧？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有限，具体的策略我们在之前的直播里面2期的直播里面也有讲过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或者有兴趣的话回去看我们就算你看过了今天再看一下的话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体会或者有一些新的想法当然看的时候也可以看，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在那些这个留言区，有些人在留言也看一下留言那当然，如果你能看到 live 的留言的话那是更加的互动直接的也是蛮好的，好吧？那当然了，GMT 的同学我会继续在 GMT 里面给大家 update，聚焦在个别的股票因为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很多人还是没有学过。股票没有学过股票去乱买的话真的有些是叫武则天守寡了，失去理智了有时候会过度的兴奋所以还是要先学习好，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说，这些调整是机会大过危险所以是危机在机的那一边但是呢也要理性的这个有理智的去寻找股票，因为股票不会永远的涨。其实资本市场是要符合国家的利益的记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资本市场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股民跟着如果是你们我们的股民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利益，我们就有好日子过这用中国的话来说，有好日子过。如果我们是这个损害整体的社会的稳定啦，国家的经济啦，或甚至是有泡沫的出现了，对吧？外汇的流失啦，那国家要整的话，下一步就死了，对吧？所以2020年的时候，马云这么猖狂的、疯狂的来这个叫失控了滴滴跑去美国了这个都不把中国的政府放在眼里了，那他就要整了但是呢，这个整顿的阶段不是新鲜事，也不是最后一次所以外面的人可能没有看懂的话，西方媒体啦，新加坡啦、台湾的媒体啦，可能看不懂的话，就会哎呀，阿爷又打压了，阿爷打压是2021年的事情，现在是在放的阶段，而且放已经是放了1年多了就像美国也有量化宽松，也有量化紧缩。对吧？美国也是会有这个放水的时候，也有收水的时候，中国也有整顿的时候，也有这个支持放手的时候。现在还在放手的时候，今天早上的重点是现在还在放手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更加健康的慢牛，好吧？所以这个就总结了今天的一个突发的这个直播最后有兴趣学习的同学刚才的那2个直播免费看我们也有一些课程，从免费的到收一点点钱的，到跟我一起还有我的导师团队，每个星期一起看市况的都有丰俭由人我们的连接放在留言区，大家根据你的需要去学习、去投资、去这个建造一个财富的丰盛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参与，拜拜。